楼市正在全面的松绑，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整个上半年，我们看到楼市呢都一直在救市啊，不管是大城市还是3、4线城市，一二线城市呢放开限购、限贷、限售，同时呢降低这个首套房的利率，还有呢降低2套房的首付，包括呢3、4线城市也在放开这个落户的限制，包括县城也一样，都在逐步的放开限制。以往这个时候呢，售楼处肯定人满为患，为什么？因为人们看到买房的希望，所以呢那个时候只要一开盘，房子马上就卖完，而且呢开发商还会每平方加2到300块钱，这个呢是个常态。但是今年在这么猛烈的松绑刺激下，人们对于这个买房子好像已经麻木了。拥有多套房的呢，现在觉得自己没有必要买房子，我观望；买不起房子的呢，觉得现在这个价格还没有到底，可能呢还有更大的优惠，所以也观望。那我们要想一下，为什么在去年大力的房住不炒调控下，到了今年楼市大松绑，仍然挑不起人们买房的兴趣呢？房子仍然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，仍然卖不动，不管你是去看新房还是二手房，都是一个样子，半死不活。那么今天就跟大家具体来分析一下，如果你有不同的意见，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。首先第一点呢，就是居民的杠杆率已经到达了所能够承受的极限。什么意思呢？过去20年房价一直在涨，大家呢有信心去买房子，而且当时不管你是呢要在城市落户，必须要买一套房子，还是你的亲戚朋友劝你买房子，还是房产中介逼你买房子，总之你不管是主动上车还是被迫上车，你总是尝到了房地产的甜头。很多人呢通过买老房子被拆迁了一夜暴富，也有很多人呢当初花了钱，现在房价呢涨了好几倍，实现了这个财务自由。但是这一切的一切到现在都让我们的承受能力到达了极限。你可以想一下，是不是有这么一个道理？在过去20年，你刚到城市发展去买一套房子的时候，你只需要呢掏空你们夫妻2个人的钱包，因为那个时候呢父母都在农村，可能真的没有钱。当时的房价呢要比现在便宜很多，可能自己省吃俭用度过了买房的前5年，那么基本上就很轻松了。可是现在你要去买房子，要掏空6个口袋，不光要掏空你们自己的钱包，还要掏空呢双方父母的钱包，这一下子呢是直接套牢了3个家庭。而且大部分人买了房子还需要承受20-30年的房贷，基本上呢自己的消费空间就会变少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极限。也就是说呢，过去20年居民的这个房贷的债务是越来越多。而我们回过头来呢，可以看一下这过去20年我们的工资涨幅和房价完全不成正比。那么还有一些人呢是直接对现在的房子失去了信心，那主要呢就是考虑质量还有呢烂尾的方面。因为我们买房子用到贷款，我们相当于呢全款买了开发商的房子，我们的首付加上银行的贷款，但是贷款是留给我们的，我们又是呢期房制度，我们只能够去买期房，现房很少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所有的不确定因素或者说购房的风险全部都在我们购房者身上。一旦房子烂尾了，我们呢要还的贷款，而且呢房子住不进去，维权的话呢耗的时间又很长，所以很多人干脆不买。再加上呢现在的法拍房数量增多，为什么会增多？就是因为很多人弃房断供了。为什么要断供？就是因为呢很多人是在房价高位的时候接盘，现在呢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，可能呢还不起贷款了，又或者呢自己做生意被套牢，总之就是没法去还贷款了，只能够被迫的变成法拍房。第二个方面呢，就是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受到了很大的影响。那我们可以呢简单来想一个问题，一个家庭的收入，2口子的收入，现在除了还房贷，剩下的就是自己的生活费，还有呢子女的教育，还有呢日常出行的一些消费。那么消费完这些以后，你看一看你这一个月还能够攒多少钱？过去人们为什么不怕负债？是因为我们有稳定的收入，即使每个月月光族，下个月呢仍然有这么一笔钱来支撑这个家庭的发展。可是从这个2020年开始，有这个疫情，让很多人的收入和消费呢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。那我们看到呢，影响最大的有这个餐饮、有服装，还有呢这个制造业。很多公司呢为了生存，可能呢就减小规模，不停的这个裁员，而很多人呢
开的小饭店可能呢受到了极大的影响，最后呢被迫关门，甚至呢很多人之前不负债，到现在已经负债了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想的第一件事不是买房子，而是呢要怎么样让自己的家庭平稳的运转。那可能呢以前是上饭店的，现在呢就买菜自己在家里面做，节省开支，能省就省。所以呢人们想的是怎么样解决自己的温饱。假如你已经有一套房子了，除了还完房贷以后，剩下的就是想如何发展自己，而不是说我再攒钱去买第二套房子。因为我们的收入和消费都受到了影响。之前我们提出来这个内循环也是为了发展经济啊，包括呢我们说经济拉动的三驾马车，其中呢也有这个消费，但是消费呢恰恰是我们最薄弱的一个环节。为什么？因为过去房价已经上涨了，即使现在平稳了也在高位，所以呢很多人除了还房贷以后是没有多余的钱去消费的。那么第三点呢，就是房子已经基本构筑，人们真实购买力已经下降了。那当前楼市存在一个什么情况呢？第一，有房子的有钱的可能有很多套房子，他们呢自己住一套，剩下的呢可以往外出租。那没有买房子的呢，可以选择在这个城市当中租房子。还有的呢，很多人没有凑齐首付，那么只能够观望，只要呢有地方住就可以了。你看不到现在有人睡大街吧，就是因为我们的房子足够多，我们买不起，我们可以租，我们实在租不起呢，还可以回农村，我们还有宅基地，总之我们都有呢住的地方。那同时呢，很多人对这个房价的信心是不足的，怕自己买贵了。我们说房价上涨的时候，它就是一个卖方市场，房东说多少钱就多少钱，但是房价下行的时候就是买方的市场。一方面呢就是大家都观望，另一方面呢买方有足够多的选择，如果你的价位不合适，是没有人出手买房子的。所以呢很多人觉得现在这个楼市的救市行为才刚刚开始，有可能下半年这个优惠力度比现在还大，到时候自己呢还能够买到比这现在更便宜的房子。所以呢讲到最后还是那一点，不管是从开发商的角度，还是从银行的角度，还是从我们购房者的角度，这三者呢缺一不可。但是呢经过几轮的调控，经过房地产的洗礼，现在呢大家都变得非常的理智。开发商呢不再疯狂的拿地，而是呢想办法去降自己的负债，而且呢拿地也是建高质量的房子，希望自己的楼盘呢能够很快的销售出去。而作为银行呢也不再盲目的放款了，也是呢会筛选优质客户，同时呢也会严查资金的来源，防止呢有人炒房。作为老百姓呢也能够做到量力而行，有钱我就买，没有钱我只要有地方住就可以了，先把自己的温饱或者说自己的发展解决掉，然后呢再去谈买房子的事情。所以呢你会看到现在即使有这么多的松绑政策，楼市仍然不温不火，房子仍然卖不掉。包括二手房，很多人呢有价无市，不愿意去降价，就是因为过去他买的房子成本比较高，在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，是没有人直接去放底价或者说拦腰截断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